现在我们来到了西藏小江南之称的叫做林芝，这个所在西藏的东南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它这个地方平均海拔已经到了3000米左右了，300公尺啊，3000公尺了哈，3000米左右哦。海拔最低的地方啊，也有将近快900米哦。这个地方是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被西藏称为西藏的江南。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也在这个地方。林芝的森林、原始景观、动物保存非常的良好，高原挺拔的西藏的古柏、喜马拉雅的冷杉、杜鹃等等哈，有自然博物馆之称。西藏这2个名字呢，你去听到它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人生当中呢有那个机会，有那个体能呢，就来挑战一下，总是呢感受一下，陶醉自己，丰富自己的身心啊。能来西藏，绝对不是一件非常轻易简单的事情，尤其是世界的屋脊西藏，在中国的西南边翼，地处的北纬26到26.53度，西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几乎都在4000米以上。这个地方境内超过7000米以上的山峰呢，就有50多座，在8000米以上的呢，就有11座。这个所在海拔高，这个地方呢也属于高纬度，这个地方呢空气稀薄，所以把它称为世界的屋脊，也把它称为地球的第3极，南北极之外的第3极了啊。那咱今晚来到叫做鲁朗林海，在林芝有西藏江南之称的鲁朗林海。鲁朗林海位于林芝地区的一处80公里以上的川藏高路，海拔有3700米。这个所在是典型高原山地狭长地带，大家会使对两边的山当中呢，看到真多灌木丛茂密的云杉、松树组成的，大家呢规片拢安尼山间云雾飘渺。在这个地方啊，有没有看到哈？下雨还是雪哈，有时候呢会有一点夹杂在一起啊。雪山、林海、田园勾画出美丽的风景。我相信不只是中老年人或是年轻人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西藏梦哦。但是攻击呢要来西藏真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哦。会有所谓的高山症因为它的纬度的关系，跟它高海拔的关系很多人常问什么样的人会有高山症？不知道，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有高山症啊。所以虽然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西藏梦但是要完成这个西藏梦之前呢，
大部分的人拢会惊这个高山症的反应呢。高山症一般人到海拔2000公尺开始对顶管爬起的时阵呢，可能因为空气稀薄，还是气压被降低，呼吸困难等呢，就会产生的生理反应哦。每一个人对高海拔地区无相同款的程度高原反应呢，拢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一般的人在1-2天之内都可以消除，都可以适应呢。那其实高原反应呢，就有一点像感冒的感觉啦，进入高原反应之后，每一个人的症状适应力完全都不一样。有的人来的反应非常的迅速，消失的也很快啊。有的人呢很缓慢，但症状持续比较久哦。有的人根本就不会有感觉，年轻年纪大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身体好身体不好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事先能不能知道，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事先你会不会有高原反应、高山症？因为这个不是一种事先可以知道的，但是大概爱怎样哦？高山症跟高原反应，它是一种病哦，它是疾病，它并不是突发的哦，它是属于每一个人体质遇到这个的疾病反应哦，这是没有办法事先知道的。所以呢，精神过度紧张的，还有这种忧郁症、焦虑症的人呢，不适合来高原啊。所以呢，你说贫血、高血压、心脏病呢，适不适合来呢？可以来，但是呢，如果你比较严重的话，非常严重型的呢，当然也不太会希望你能够进来这样子啊。但是你说有这些病就不能进来，也不是。所以我说高原反应呢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事先就可以了解到的，事先知道的，这就是他比较头痛的问题。身体壮如牛的人也有可能会有高原反应啊。那一般来讲，当我们准备出发前往西藏的时候呢，确定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高海拔我讲过大部分都是适合啊，因为他根本不会有症状，身体健康的人也会有高原反应那当然呢，我们可以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甚至有的人呢会服用红景天，制造血液造氧的功能。再来呢，在高原反应放松，在高山上面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轻声细语，动作能慢就慢情绪很容易起伏不定的人一点小事就容易哇哇叫、暴跳如雷的人呢，我们真的要是在我们公司知道一个人情绪反应非常大当不当得最高生气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们公司都会建议他你不要来了为什么因为情绪反应很大的人呢，其实他是完全就真的一开始就知道你不适合上来，不管你上来会不会有高原反应，我们都不希望你上来，因为情绪反应那么大的人，其实呢在高山上很容易血压会急速的上升。所以当然直到开始要放上西藏这段影片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告诉大家先让大家了解要如何才知道你能不能完成心目当中的西藏梦。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巴松措湖。这个地方其实很美丽在西藏当中来讲呢，也是一个西藏其实很多的地方呢，就好像灰烬污染一样来到这个地方呢，反正我觉得来西藏呢，内心总是澎湃不已的非常感动的啦。这个真的是来西藏可以感受到的整个情况。当然，西藏在很多的环境条件各方面呢，一定不如平地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进来西藏的人他能够了解、能够感受到的如果你来西藏，你对这一点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呢，哇，那就不晓得你为什么会来了因为这个地方绝对不像平地一样绝对不像平地一样当然，转经轮呢，在西藏一定知道嘛，在西藏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这个转经轮这些转经轮呢，每转一次呢，当然它能够带来的呢，就是为您祈福了一次巴松措在藏语当中为绿色的水湖面海拔呢已经来到了3700多公尺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美丽的高原湖泊咯所以来到家呢，整个呼吸、整个感受呢，我相信
来家的人弄干嘛很轻啊，有没有啊？加轻伤呼吸状况呢也非常非常的好，有没有？那来这边呢，哇，白云渐渐的飘渺过来如果能够蓝天白云呢，它肯定是最棒的所以回头提到想不想来西藏呢？我相信呢，很多人想如果来西藏忽然间有高原反应呢，在1-2天之内呢，如果还没有办法解决呢，建议你回家吧，赶快回家吧。很多人说我的料也不会啦，我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嘛，那什么个料也如果你来到这边觉得不适应了，就走吧，就刚打道回家吧。因为这种地方呢，你有没有这个反应呢，是很难知道的人生没有什么说失去不失去值不值得的你不去试，你永远不知道你适不适合它你非得试它，你才会知道呢适不适合它。你非得知道，你才知道适不适合它。试它就可以让你得到不一样的感觉试它就可以让你得到呢也许前所未有的体验我们来到了西藏，或者是来到有藏族的地方一定会看到，也一定会几乎天天都会面临到的，就是呢，很多人喜欢围绕着寺院转经，或者是摸着这个转经轮呢。我相信来到这边，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咕拉藏语就是转圈的意思意思就是指呢，转经转圈围绕着神山、圣湖、寺院、佛塔。那么神仪口的祈祷仪式呢，藏族的信教徒呢，因认为讲这个神山、这个圣湖养育了这一些藏族同胞们，所以这个山神水神他们把水神称为龙神因为那为保庇，所以因对这个神山跟圣湖调一种感恩的心态，所以因认为呢，洗这个湖还是这个山一輪會使得到呢。礼佛敬神的功德，所以因的就不避风险的，不知疲惫的转着这个叫什么咕拉转咕拉有步行跟磕长头2个方式，所以在西藏旅游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人看到呢3-5步就跪拜的这种呢是一种模式，另外一种呢就是摇着这个转经轮口中呢念着6字真言。身上背着行装呢，转绕转绕，按那神一夸后者呢，以身叩拜，磕长头绕转，然后绕神山圣湖1周，需要好几天或是好几个月哇，这要是我一定受不了因为藏胞真的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度呢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他们人民呢身上通常带着干粮跟水风餐露宿呢，含辛茹苦的跋涉跟跪拜用步履跟身体大量的丈量的神圣的土地这就是藏族人最喜欢围绕的寺院的转经刚刚我们看到的转经转轮的意思呢，甚至呢我说的咕拉这个方式呢，都是来到西藏我们要先了解的这个习俗这是你拿来喂鱼的上
来哦，这个所在这个地方就非常了不起啦，啥喏啊？因为咱今嘛慢慢的海拔呢，已经爬到5000几公尺的米拉山口哦。这个山口嘛是中国10大上美丽的高原的山口其中一个，嘛是拉萨甲林芝地区分界的山口哦。哇，你看看啊，这些雕像的牛啊，有没有看到这些五色旗呀？有没有看到这些五色旗？五色旗呢，在西藏也到处看得到。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哦。米拉山位于拉萨的墨竹口卡县呢，跟林芝口布江达县跟县的界限上面哦。米拉山以东的地区呢，气候温暖又潮湿，植被也非常的茂盛哦。林芝以西的地区，这个地区气候就加大热、加寒哦。你就看不到刚前面有没有看到的。绿油油的一片，好像江南一样那种树木树丛看不到了哦。那辟邪紫砂，石敢当这里有很多这种这种可以看得到的然后看得到这些堆叠的石头还有看到刚前面那个牦牛的景象有没有那米拉山口非常非常的高啊，堆石头头前看到贴石头贴石头是最高的境界其中一个世界各地拢有贴石头的仪式贴石头祈福的仪式。上个有名当然来自西藏的文化嘛，马尼堆把石头贴起来，代表家己的愿望经过风吹拢袂倒代表愿望可以实现。这样的石堆称作叫做马尼堆所以呢，堆那个石头呢，你要堆平平的，一片一片不容易倒那么拿一些很难堆的石头呢，当然你就堆不太起来了对不对堆起来呢，很容易倒，愿望很容易经过风吹雨打呢，就倒掉了所以呢，在整个西藏的路边呢，也常常可以看得到石头石堆一般藏包呢，他们呢就有前面在讲的嘛藏包绕着寺院转经，绕着山，绕着湖的那个行为呢，叫做郭拉意思藏语就是转圈的意思。而他们的6字真言呢，念的是什么 ？Home money mommy home 就是这6个字所以他们一路上呢，就会一直看到他们念啊的然后呢，刚刚也听到了也看到了，我们常常看到呢，他们呢这个堆石头还有藏区路边有很多的。玛尼石这些石头呢，玛尼石指的呢刻有神像、佛像的石块呢，也就是藏语的6字真言Home money baby home 这个广泛流传在藏族民间的一种祭祀神佛的圣物、自然崇拜的延伸，也是佛教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在于呢临时的崇拜，在很多的河边、路上、神庙、寺院。边呢拢会而且呢，很多人会绕这个小石子呢，一直绕，然后呢，绕到最后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些石头呢，越堆越高，玛尼石这个呢是本教的临时崇拜，慢慢的会堆成了一个小山丘然后每个人手中念念有词口绕6字真言呢，绕着这个玛尼堆。转形了，每转一圈呢，就像石头呢添一块石堆，丢一块石头，天长地久呢，慢慢的就堆叠起来了。那了解了，在讲解这些呢，后面路边呢，我有看到，继续跟大家讲很多大家对西藏的疑惑，对西藏呢常常看到，但是不一定了解的地方。